提到豪车，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保时捷、兰博基尼、劳斯莱斯、迈巴赫。但若问哪款豪车最有排面、最有辨识度，很多人一定会脱口而出：奔驰大 G。它看上去明明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大铁盒子，造型几十年没怎么变，价格却始终居高不下。更神奇的是，越贵越有人买，越买越火爆，成了中国富人圈子里最受欢迎的梦想座驾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有钱人都喜欢买大 G？ 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咱们先从大 G 的身世说起。在20世纪70年代初，伊朗巴列维国王是戴姆勒奔驰的重要股东，曾持有约18%股份，并代表伊朗军方向奔驰提出需求，想要一款高性能、多用途的轻型军用越野车。应这一建议，奔驰与奥地利斯泰尔戴姆勒普赫于1972年启动了 G 级的开发项目，明确用于边境巡逻和狩猎等军用途。后来，1979年，第一辆 W460原型车在奥地利格拉茨下线，同时推出了适合军用和民用的版本。不过，就在交车前夕，伊朗发生1979年伊斯兰革命，推翻了巴列维政权，新政府拒绝承认此前订单。为了消化投入的研发成本，奔驰遂将 G-Wagon 推向其他国家军队，并大力开拓民用市场，促成该车型长青至今。然而，正因为它是为军队设计，G 级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以下特质：极致的越野能力、耐用性、方正的铁盒造型、简洁的线条。随着时间推移，G 级慢慢转型成民用车型，但它的军用血统却成了它最有辨识度的文化符号。你看很多电影里，大反派、黑帮老大、军火商常常都是开着一排大 G 缓缓驶来，它代表的不仅是财富，还意味着力量与权力。这就是一种符号价值，你不需要解释，别人一看就懂。在当代消费文化里，产品的符号价值往往比使用价值更重要。大 G 身上的军用越野血统加高贵身份象征，就像一层盔甲，让它在豪车行列里独一无二。为什么有钱人喜欢它？因为它不只是一辆车，而是一种文化情怀。很多人看不懂大 G 的造型，觉得丑，其实这正是它的魅力。如今很多豪华 SUV 都走流线型、柔和曲面，像卡宴、揽胜都越来越圆润，唯独大 G 坚守方盒子造型。它从1979年至今的轮廓几乎没变，这种机械硬朗感正是富人们迷恋它的原因。因为在钢铁森林的都市里，人们早已厌倦精致感，反倒对原始粗犷产生向往。它就像一台巨大的工具，四四方方，视野开阔，仿佛站在碉堡里。坚固厚重的车门，关门声像保险库，粗犷的线条，毫不妥协的设计，这是一种极端机械主义审美。对很多男人来说，机械感和力量感是天然的吸引力。与其说他们喜欢大 G， 不如说他们迷恋他身上那股无所不能征服的气质。所以，很多有钱人买大 G 未必是想去越野，而是拥有一辆随时可以征服全世界的工具，哪怕他一辈子都停在别墅车库。与很多伪硬派 SUV 不同，大 G 的越野能力是货真价实的。它有3把差速锁，可以实现极限工况下4轮同时输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哪怕在沙漠、泥潭、雪地，它也能轻松脱困。对富人来说，这种无条件保障极具吸引力。就算世界末日来了，我也能安全回家。这种心理安全感是任何轿车或城市 SUV 给不了的。哪怕他们一生从不去戈壁滩，心里也会想，我有这能力。在富人世界，能力远比需求重要。这是一种备而不用的安全感。买大 G 本质就是买一种实力保障。很多人以为大 G 只是铁盒子，其实它内部是一台超豪华座驾。从2018年新款 G 级开始，内饰大幅升级，超大液晶双联屏，柏林之声音响，Nappa真皮座椅，多色氛围灯，驾驶质感也显著提升。空气悬挂让它在城市行驶中舒适度堪比 S 级，于是它成了既能征服沙漠，也能在市区舒服兜风的矛盾体。这种极端结合，恰恰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。买揽胜舒适，但不够硬核；买酷路泽硬核，但不够豪华；买大 G 豪华与硬派全要。这种两极兼顾，直接击中很多有钱人内心深处的既要又要还要心态。豪车的保值率是购车时的重要考虑，大 G 在中国的保值率甚至超过保时捷911、兰博基尼 Urus。只要不是事故车，开3至5年依然能卖个高价。原因很简单，每年配额有限，排队订车动辄1年，几十年的口碑和文化积累，40年如一日的方盒子造型永不过时。底盘和3把锁是军工标准，极耐用，所以很多有钱人把它当成可流通资产，即使不喜欢了，转手也不会亏太多。在高净值人群的圈层里，车是身份和地位的明码标价。如果你开一辆宝马X5，大家默认你是中产；开
开一辆宾利天越，认为你是有钱的生意人，而当你开着大 G 出现，哪怕别人不认识你，也会默认这是个不差钱的人。这种圈层认同感是无形的社交通行证，在很多富豪聚会、马场、私人会所、潮牌圈，大家都开大 G， 这就形成了一种同温层审美，别人都开大 G， 我也要有一辆，只有大 G 才配得上我这身份，大 G 和我的品味契合，它就像一块名片，在无声中传递你的价值观和社交层级。大 G 能这么火，还离不开明星的带货，全球无数大牌明星、网红、球星都爱它。周杰伦多台 G63， 权志龙 G63 定制版，贝克汉姆黑色 G63， 金卡戴珊多次拍到开白色 G。一旦名人效应带动，大 G 等于潮流顶点的认知就根深蒂固，年轻人把它当作 dream car， 每个上升阶层的人都想，有一天我也要开上它。这股风潮在社交网络时代被无限放大，成为财富与潮流的合体象征。对很多男人来说，大 G 不仅是财富的象征，更是力量与冒险的代言。小时候玩遥控车、看军事纪录片，最早对硬派越野的想象根植于心底。成年后有能力消费时，自然而然把这些情感寄托到他身上。我想征服远方，我想保护家人，我想证明自己。虽然大多数大 G 一辈子也不会去沙漠，但它带来的那份情感满足感远比实际用途重要。有人说有钱人无忧无虑，其实恰恰相反，有钱人往往更焦虑，担心财富缩水，担心地位下降，担心被轻视。而大 G 就是一种最直观的安全感，无论任何路况照样走，无论任何场合体面得体。几十年不过时，它就像一面盾牌，给人心理依靠。大 G 是财富、实力、安全感、社交认同的完美融合体。在一个一切都讲求叙事和标签的时代，它是有钱人最理想的叙事道具。哪怕它看上去只是一个方盒子，但它背后的意味远比方盒子深刻。这就是为什么越是成功人士越偏爱这辆不讲求圆滑的车，因为它既能陪你征服全世界，也能陪你在城市里安静巡游。它既是铁血硬汉，也是一台最顶级的移动客厅。它既是经典，也是永恒的潮流。或许这就是大 G 最迷人的地方，它本来是为军人设计，却成了富人的精神信仰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欢迎点赞关注不迷路，咱们下期见。